一個由打工仔變成超級富翁嘅人話自己唔幸福，點解呢？點解香港人賺咁多錢但係仍然覺得唔幸福？你又知唔知道原來賺錢嘅目的係會影響你賺錢嘅方法同埋成效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N TV， 我係不了。2年幾前40歲才自早退，呢個課堂係關於財務自由、投資理財同埋提早退休。今集嘅主題係金錢與幸福。我哋每日努力工作賺錢，究竟係為咗啲乜嘢？你有認真諗過嗎？響財務自由之後，不了重新思考同金錢嘅關係。我哋賺錢同埋用錢嘅方法會唔會一直都係錯嘅呢？點樣有更好嘅未來、更多嘅財富同埋更豐盛嘅人生？你都想擁有？咁就一定要睇到最後啊！我哋而家開始啊！本集將會分為以下5個部分： 1. 金錢與幸福嘅關係； 2. 點解賺錢？賺錢嘅目的點樣影響結果？3. 賺錢有冇終極嘅目的？終極嘅 why？ 4. 量度你成功嘅尺。 5. 最後嘅故事與思考。第一部分，金錢與幸福嘅關係。講一個故事先。話說20幾年前，有一個人辭去咗穩定嘅工作去創業，打算做一間細公司，賺錢過一啲小日子。點知之後啲生意越做越大，最後仲做咗首富添。但係當佢回想翻自己最開心嘅日子係啲咩時候？唔係當佢做首富嘅時候，而係當初佢未辭職嘅時候。呢個人係邊個？佢就係馬雲。馬雲話，直至創辦阿里巴巴之後，有錢啦，一日眨一下眼就幾億嘅收入。但係自己最快樂嘅時候，就係做老師1個月91蚊人工嘅時候。馬雲話，錢響100萬嘅時候係你嘅錢。其實依家響中國最幸福嘅人就係1個月有2-3萬、3-4萬蚊，有間細嘅屋，有架車，有個好家庭，冇比呢一個更幸福啦。咁就係幸福生活。超過1-2千萬，麻煩就嚟啦。你要考慮增值，係要買股票好呢？買債券好呢？定係買樓好呢？超過1-2億嘅時候，麻煩就大啦。超過10個億，呢個係社會對你嘅信任，人哋只係俾你幫佢管錢啫。你千祈唔好以為呢一啲係你嘅錢，所以我對呢一個一啲興趣都冇，而且失去咗太多啦。你話你可以用得啲乜嘢？你可以食啲乜嘢？我呢一件 T 恤值得幾多錢？條褲又值得幾多錢啦？我食飯都食得好少咋。你可能覺得馬雲喺度晒緊命，但係生意做到一定規模，有錢冇時間係肯定嘅。所有人都喺度偷睇緊、監視緊你嘅錢。不了好大程度相信馬雲對金錢同埋幸福嘅諗法係從心而發嘅。我哋再嚟睇下香港人關於金錢同埋幸福嘅狀況。不了睇到近日經濟日報嘅文章，標題係身家幾多先至算幸福？最新研究揭示原來唔使太多。香港人唔少人達標，唯收入越高越難滿足。內容提及財務諮詢網站最新調查發現，56% 美國人表示對超過20萬美元約156萬港元嘅流動資產淨值感到滿意。是次研究訪問咗786位年齡介乎18至43歲之間嘅美國僱員，亦發現有錢唔一定買到幸福，而唔同年齡層打工仔對幸福嘅財務要求各異。但係安全網確實令到人唔需要擔心財務緊急情況。撰寫報告嘅作者話，人如果知道手頭上有錢剩，可以減輕對未來不確定性嘅擔憂，無論面臨嘅係醫療緊急狀況抑或裁員。呢種內心嘅平靜對整體快樂大有幫助。響呢一方面，財務緩衝嘅諗法發揮咗作用。心理學家聲稱，擁有穩定嘅儲蓄可以消除持續嘅金錢焦慮，改善福祉。香港人有幾多錢呢？根據瑞銀7月發表嘅全球財富報告，香港係全球財富增長第3快嘅市場，僅次於瑞士同埋盧森堡，響亞洲排首位。2023年，香港成年人人均財富增長逾5%，至454萬港元。港人財富中位數亦都回升2.2%，至20.69萬美元，約161萬港元，係全球第4。而去年，香港有62.9萬人財富達到100萬美元，大約780萬港元。花旗去年調查報告指，全港擁有1000萬港元或者以上淨資產嘅千萬富翁達到40.8萬人，佔全港相關年齡人口約7%。香港千萬富翁淨資產總值中位數為1600萬港元，流動資產中位數為450萬元。響全球入面，香港人算係非常有錢啦。咁樣財富位列高位嘅香港人覺得幸唔幸福呢？不了睇另外一篇新聞。今年4月份，聯合國資助機構公布2024年度世界幸福報告，結果顯示芬蘭連續第7年蟬聯榜首。你知唔知道香港嘅幸福指數排第幾位呢？
俾啲參考你，新加坡以6.52分排第30位，台灣以6.5分排第31位，日本以6.06分排第51位，南韓6.05分排52位，菲律賓6.048分排53位，中國以5.97分排第60位，印尼5.568分排80位。你估香港排第幾位呢？係86位啊，連跌3年，分數只有5.31分，較去年排名第82位跌咗4位，連續3年下跌。同時遠低於新加坡、日本、南韓、菲律賓、中國內地同埋印尼。不料睇到嘅係，香港人比起其他地方嘅人有錢，但係就唔幸福。究竟金錢能唔能夠買到幸福呢？又有冇一個飽和點？翻去經濟日報嘅文章，第一種講法係14年前有一項研究認為有錢確實能夠買到幸福，但係越有錢越難買。收入達到某一個水平之後，幸福感可能達到飽和點，再唔會因為金錢增加而增加。咁呢個水平係幾多呢？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喺2010年發表嘅研究結果係年薪7.5萬美元，大約59萬港元。只要達到呢一個收入，繼續增加收入唔會令到幸福感明顯變化。2023年另外一項調查，幸福飽和點嘅年薪已經升至大約74萬港元。第二種講法係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康去年發表論文話，有關研究發現，人真係越有錢越幸福，並唔存在幸福感嘅平台期或者飽和點。百萬富翁同埋億萬富翁都比年收入超過50萬美元嘅人幸福得多。另外一項調查話，人工較高嘅受訪者表示，佢哋需要更多嘅錢先至能夠滿足。睇嚟幸福感冇飽和點呢個講法，至少係以收入定義嘅幸福感又出現咗新嘅佐證啦。因為享樂適應，啲人追求更高嘅收入嚟獲取幸福，但係響短暫嘅提升之後，又翻去滿足嘅基線水平。從本質上講，隨住我哋嘅收入嘅增加，我哋嘅慾望亦都增加，從而導致對更多嘅財富無休止嘅追逐。你認為邊一個講法更加可信呢？不料偏向後者，越有錢越幸福，冇飽和點呢一個講法。但係前提係得到呢啲嘅錢，有冇犧牲到其他嘅嘢去換取先？例如擁有年薪74萬港元，響香港大約月薪6萬幾蚊，算係中層職位。但係如果再高薪，好似100萬、200萬甚至500萬，係中高層到高層嘅職位，雖然有更多嘅錢，但係因為太忙、太大壓力、時間、健康、家庭關係，可能遠不如中層月薪6萬蚊嘅人。或者因為其他幸福感嘅元素失衡，雖然佢哋有更高嘅收入，但係就彌補唔到其他方面嘅損失，所以就冇感覺到更加幸福啦。所以馬雲覺得做首富嘅幸福感遠不如只有月薪91蚊做老師嘅佢，因為佢喺其他方面失去嘅實在太多啦。所以出現幸福飽和點，即係第一種講法嘅結論。如果唔使犧牲其他嘢就能夠得到更多嘅金錢，例如唔使額外付出時間同埋心力，不料認為越有錢就會越幸福。我相信自己擁有10億，會比起擁有1000萬或者調查入面嘅161萬幸福，即係第二種講法嘅結論。有錢嘅話，我可以有更多嘅安全感，更少嘅焦慮感，仲可以用錢換取更多嘅特別體驗，得到更多嘅成就，幫到更多嘅人，得到更多嘅幸福感。但係的確，錢越多，適應咗之後，往後就會越難滿足。窮困地方嘅人或者清心寡欲嘅人，慾望少，好容易就會感覺到幸福。我喺第59集亦都講過，金錢同埋幸福快樂係可以分開嘅。幸福快樂就係擁有嘅比慾望多，即使只有好少錢，其實你亦都可以透過減少慾望而得到幸福感。咁香港人點解會有錢但係唔幸福呢？大家可能會關聯到近年嘅社會環境因素，但係原來早喺2012年第一份嘅世界幸福報告，香港一直喺80位左右，比起鄰近地區嘅人感覺到唔幸福。而其他地區近年嘅幸福感比起10年前亦有明顯嘅提升。新加坡同埋日本喺2012年同香港同列第81位，而今年佢哋分別已經係第30位同埋第51位，香港就係第86位。不料諗，香港人嘅財富雖然多，但會唔會因為喺其他地方犧牲得太大而長期感覺到唔幸福呢？我哋係咪要反省一下自己所追求嘅嘢係咪正確？我哋最終需要嘅係錢定係其他嘢呢？呢個部分有3個重點：一、幸福係多維度嘅，除咗錢，仲有其他方面需要平衡；二、你要追求金錢，定係幸福，定係其他嘢呢？三、小心響慾望不斷擴張同埋追逐金錢嘅怪圈入面不斷輪迴，咁樣反而會失去幸福感。喺你擴大你嘅物慾之前，要確保將來你嘅財富唔會減少先至好。而更好嘅係，響增加財富嘅同時，
你嘅物慾冇隨之而擴張。第二部分，點解賺錢？賺錢嘅目的又會點樣影響結果？廢話，搵錢咪為咗生活咯。我為咗退休嘅時候有錢醫病，我返工賺錢係為咗有一日唔使再為錢而返工，財務自由。賺錢買花大。我屋企有啲錢，我做嘢只係為咗俾我屋企人知道我做緊嘢。你唔好講啲咩點解要賺錢啦，你不如講下點樣賺錢啦。等一等，點解不了會諗呢一個問題呢？ TikTok 2009年有一條影片，偉大嘅領袖點樣鼓勵行動，當中提過一條黃金圈法則，被譽為驚為天人。係啲咩嚟呢？呢一個黃金圈好簡單，有3個圈，由內到外分別係：最中心嘅係 Why， 點解做；中間嘅係 How， 點樣做；最外面嘅係 What， 做啲乜嘢。簡單舉一個例子，有一間電腦公司 A 咁樣介紹佢嘅產品。 What， 做啲乜嘢？我哋好識做電腦。How， 點樣做？我哋嘅電腦有好靚嘅設計，唔單止使用簡單，仲好易上手。你想唔想買一部呢？另外有一間公司 B 係咁樣介紹佢嘅產品。Why， 點解做？我哋所做嘅每一件事都係為咗挑戰、改變現狀，因為我哋相信不同凡想嘅力量。How， 點樣做？而我哋挑戰現狀嘅方法就係令到我哋產品擁有最靚嘅設計，而且簡單好用。What， 做啲乜嘢？咁啱，我哋就做咗最好嘅電腦。你想唔想要買一部呢？你會買邊一間公司嘅電腦？係咪 B 公司嘅呢？ B 公司就係蘋果公司嘅做法，佢嘅產品就係 MacBook 電腦同埋 iPhone 手機。港仔講到一般人或者一般公司做事嘅方式係由外到內，由 What， 做啲乜嘢，到 How， 點樣做，再到 Why， 點解做。但係偉大嘅人或者偉大嘅公司就啱啱調轉嚟，係由內到外，由 Why， 點解做，到 How， 點樣做，再到 What， 做啲乜嘢。港姐話吸引人嘅唔係你做啲乜嘢，而係你點解做。不了跳躍咁諗，如果將黃金圈法則套用喺揾錢上面會點樣呢？從內到外思考，點解揾錢，會唔會影響點樣揾錢，從而影響做啲乜嘢揾錢或者用錢呢？不了畢業之後，當然冇諗過呢啲咁深奧而且無厘頭嘅問題，只係想盡快揾到份工賺錢生活。因為不了喺大學係讀 IT 嘅，所以就揾份 IT 相關嘅工作。呢個亦都係一般人嘅做法。一般人從來唔會諗最終自己賺錢嘅原因。Why， 就求其揀咗做啲乜嘢。What 嘅決定，由外到內。大家可能都受到社會長年嘅灌輸，總之要賺錢，越多越好。不了當時仍然未開竅。What 就係任何我能夠做嘅工作。How 係賺錢儲錢嘅投資。Why 係發達，好抽象模糊。調轉嚟講，即係希望想求其揾一份有人工出嘅工作，希望藉住儲錢投資而從而發達，係咪好荒謬呢？當時連發達實際要幾多錢都冇概念，成功率會有幾大呢？舉一個同不了相反，黃金圈由內到外嘅真實例子。我有一個同學阿強，賺錢嘅目標好明確，就係買樓。佢亦都係讀 IT 嘅，但係佢鎖定佢目標嘅工係銀行工，因為佢知道銀行有高成數而且超低利息嘅按揭。做咗嘢2年幾之後，阿強就用5% 嘅首期上車，買咗佢嘅第一個物業。Why 係買樓。How 係能夠用低息高成數借錢。What 係一份銀行工。再舉一個簡單嘅例子，另一位讀會計嘅同學 Fiona， 佢賺錢嘅目的亦都好清晰，賺錢就係為咗可以環遊世界。你認為 Fiona 會做啲咩工呢？賺最多錢可能係 Big 4，但係忙到可能冇時間放假。而到世界各處旅行，除咗錢，最需要嘅更可能係時間同埋平機票。Fiona 最後做咗空姐，而唔係會計師。空姐嘅收入雖然比會計師低，但係計入機票成本同埋空閒嘅時間，能夠達成環遊世界嘅成功率，做空姐更高。呢度有2個重點：一、金錢未必係達到你人生目標最重要嘅要素；二、以此為終嘅諗法，即係先有目的地，再諗點樣到達。就好似手機嘅地圖，你定好目的地之後，無論你身在邊度，就算係蕩失路都好，佢都可以即刻重新規劃路線，最終帶你去目的地。第3部分，賺錢有冇終極嘅目的，終極嘅 why？ 所以你有冇諗過賺錢為咗啲咩呢？買車、買樓、結婚、養妻活兒、供養父母，定係財務自由、時間、健康，定係純粹金錢數字增長嘅快感？相信你都同意，金錢只係工具，而唔係目的本身。金錢係用嚟換一啲嘢，
例如物質生活、時間、快樂、安全感、成就感、幸福感等等。響第8集不料提過金錢、健康、時間嘅三角關係。響生命入面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即使擁有金錢，冇健康同埋時間，亦都係冇用。不料多年嚟希望財務自由，放棄賺取更多嘅金錢換取時間同埋健康，亦都係追求三者最大化嘅平衡關係。不過，當三樣嘢你都擁有，係咪已經達到最終目的？即係金錢、健康、時間都有啦，咁又點呢？係咪日日坐喺屋企玩手指呢？所以呢三樣嘢全部都係工具，唔係最終嘅目的。你可能會話，到時想點就點，自由自在、快樂、幸福。你講得冇錯，到三樣嘢都有齊晒啦，可能就會追求一啲經驗快樂，例如旅行，或者一啲外在成就、名氣、人際關係，或者貢獻社會，或者需求理論入邊最終嘅自我實現。講到底，外在嘅嘢最終換成嘅係內在嘅幸福感。你同唔同意呢？買車買樓或者其他物質，例如新手機或者去旅行等等，最後係咪為咗幸福感呢？科學啲去講，據說因為擁有呢啲嘢，會令到腦入面產生多巴胺，可以令人得到短期嘅愉悅。睇短視頻、食朱古力，當滿足慾望，腦入面亦都會產生多巴胺作為獎賞。調翻轉去問，有冇人賺錢最終唔係為咗幸福感嘅呢？有啲創業家不斷挑戰自己創業，過程有時痛苦，但係得到另一種更長久嘅滿足感。有一種講法係，呢啲係腦內嘅內啡肽嘅作用，係用嚟響痛苦嘅過程入面止痛，同時得到愉悅感。比起多巴胺，內啡肽能夠提供更加持久嘅愉悅感。長時間中高強度運動，例如長跑、游水，亦都會產生。所以有一種講法係，窮人沉迷多巴胺，富人追求內啡肽。不料響財務自由之後，仲係要揾啲嘢去做，睇書學習、做 YouTube、去旅行，最終亦都係為咗充實嘅幸福感。幸福響古希臘語係指一種持續時間較長嘅心靈滿足。不料咩時候會有呢種幸福感呢？考完試、賺錢到達某個設定嘅目標、每次完成一條影片、讀到一本好書，或者學到一啲有啟發嘅思想、行山行到山上面嘅景點、旅行夜晚返酒店、撳電視遙控不斷轉台、同朋友一次好好嘅聚餐等等。見到一件事圓滿達標之後完全放鬆嘅嗰一刻，我都會有呢一種平靜圓滿嘅幸福感。賓夕凡尼亞州大學正向心理學之父就提出過幸福嘅模型。幸福有5個可測量嘅元素，當中包括正向情緒、全情投入、正向人際關係、意義同埋成就感。不料覺得仲有內心平靜，響繁忙唔中意做嘅事情入面跳出嚟嗰一刻嘅平靜，我覺得亦都係一種幸福感。小傑，你賺錢嘅目的係為咗啲乜嘢？係幸福感定係其他嘢呢？係外在嘅物質定係內在嘅精神呢？第4部分，量度你成功嘅尺。假如你同意我哋最終賺錢嘅目的係為咗得到幸福感，或者任何你定義嘅其他目標，咁樣量度你係咪成功嘅尺嘅刻度，就應該用你目標得到嘅嘢去量度，而唔係用金錢去量度。除非你最終嘅目標係人生賺到某一個數額嘅金錢，呢一把尺嘅刻度可能係時間嘅自由、幸福感或者生活嘅改善程度，又或者係各樣嘅組合。你把尺同我把尺未必一樣。另外，唔同年齡階段追求嘅目標同埋幸福感都唔同。例如，莊子主張順應自然、保身全勝盡年，同一個5歲細路講話要養好身體，唔好食雪糕；或者同一個血氣方剛20幾歲嘅年輕人講話唔好有性行為，會傷身，簡直對牛彈琴。同樣，同一個90歲只係想要健康嘅老人家講儲錢嘅道理，係不切實際嘅。呢度想講，最重要嘅係唔好本末倒置。不料見到一部分嘅人係咁樣嘅，最初佢哋想賺錢過更好嘅生活，量度嗰一把尺係生活質素，過程入面佢哋過分慳錢，過分犧牲生活，或者到最後賺到足夠嘅錢，但係一直唔敢用，只係睇到銀行戶口嘅數字不斷增長，錢係多咗，但係原本想要嘅生活質素就冇改善到。不料賺錢嘅目的亦都隨住時間改變，依家我更加注重幸福感。10幾年前，我會用富爸爸建立資產嘅思維去諗，用呢一筆錢能唔能夠為我產生更多嘅現金流？依家我就會諗，用呢一筆錢會唔會令我更加幸福呢？我呢一把尺由以前追求某一個金額，到依家變成一把複合嘅尺。依家喺使錢上，亦都唔會單從由錢嘅角度出發。記得我喺第67集入面講過，向享受同埋安全感之間取得平衡之下，對自己好一啲。第78集講過，
有啲因為金錢而起嘅夫妻小麻煩，可以用錢解決嘅話，就用錢解決啦。依家諗翻，都係犧牲金錢換取幸福感嘅諗法。原來不料響提早退休呢2年幾入面，響賺錢同埋用錢嘅價值觀上面，不知不覺都出現咗呢啲嘅改變。由啱啱退休初期，仍然係以金錢數值最大化為目標，變成性價比同埋個人成長，再變成依家嘅幸福感最大化。依家量度你成功嘅尺又係啲乜嘢呢？第5部分，最後嘅故事與思考。最後不料分享一個幾有意思嘅故事俾大家。故事係咁樣嘅，一個過度工作嘅美國商人去睇醫生，醫生話俾佢聽，佢工作過度，需要休息一下去重新調整自己。商人聽咗醫生嘅建議，就休假去咗一個墨西哥嘅沿海村莊。但係美國商人因為壓力過大而失眠，第2朝早佢就去碼頭四圍行下。碼頭旁邊有一艘小船，船上面有一個漁夫，船上面裝住幾條大嘅黃鰭吞拿魚。美國商人稱讚墨西哥漁夫啲魚嘅質量。商人問：你用咗幾長嘅時間捉到佢哋啊？漁夫用出乎意料好嘅英文回答話：只係用咗2個鐘。商人就好奇問：咁點解你唔再捉多啲魚呢？漁夫就話：我有足夠嘅魚俾全家人食，仲可以俾一啲朋友添。商人顯然感到迷惑，佢就問啦：但係咁你其他嘅時間做啲乜嘢呢？墨西哥漁夫抬起頭笑一笑，佢話：我瞓下懶覺，釣一下魚，同細路玩一陣，然後每晚會同老婆漫步去村莊，同朋友一齊飲酒、彈吉他。我過住充實而且忙碌嘅生活。商人笑咗一笑話：先生，我係哈佛商學院嘅 MBA， 我可以幫到你。你應該用多啲時間釣魚，然後用賣魚嘅收入，你可以買一艘更大嘅船。好快，你可以用增加嘅收入買多幾艘船。最後你就會擁有一支漁船隊。商人繼續講：你唔需要再將你嘅魚賣俾中間商，你可以直接賣俾消費者，最終開設自己嘅漁廠。你將會控制產品加工同埋分銷。當然，你需要離開呢個小嘅漁村，搬到去墨西哥城，然後搬去洛杉磯，最終到紐約，你就可以經營一間超級嘅賣魚企業。漁夫問：但係先生，咁需要幾多時間？商人回答話：5年、10年、20年，最多25年。漁夫再問：咁之後呢，先生？商人好開心咁笑住講：當時機成熟嘅時候，你可以宣布 IPO 上市，將公司股票賣俾公眾，變得非常非常有錢。你將會賺到幾千萬甚至幾億美金。漁夫問：幾千萬？咁之後呢？商人話：依家就係最精彩嘅部分啦。你最終可以退休，搬去一個小嘅漁村，你可以瞓下懶覺，釣一下魚，同小朋友玩一下，之後夜晚同老婆漫步去村莊，響嗰度飲下靚酒，同朋友玩下吉他。漁夫問：我依家唔係已經咁樣啦咩？呢一個故事想帶出，好多人想要賺更多嘅錢，就可以過更好嘅生活。佢哋話俾自己聽：一旦我賺到足夠嘅錢，我就會過到我最想要嘅生活。但係咁係一個錯誤。過佢哋想過嘅生活，其實即刻可以實現到，唔使等有錢之後。好多人盲目追逐金錢，忘記咗當初工作賺錢嘅目的。呢個故事想我哋思考一下，你實際上為咗啲咩而工作？生活唔單止為工作同埋錢，睇下自己依家擁有啲乜嘢，諗一下你嘅現況其實會唔會係我已經足夠啦，我唔需要過多嘅錢啦。不過呢個故事另外仲有一個財務自由嘅版本，係咁樣嘅。最後美國商人同墨西哥漁夫講：你而家的確係咁樣，但係唔同嘅係，你到時可以唔使再擔心打風落雨，或者連路冇氣冇力，釣唔到魚冇飯食。你可以選擇今日響漁村彈吉他，你亦都可以選擇去夏威夷滑浪。你有選擇權，而唔係冇選擇咁樣每日響度不停咁做。你更中意邊一個版本呢？前者大部分人即刻都可以做到，後者只有少部分人，而且要多20年先至能夠做到。套入不了自身嘅情況，比起第一部分嘅阿強同埋 Fiona， 我直到30-40歲財務自由之前嘅諗法，比起當初畢業嘅時候想發達但係冇概念，而求其揾一份工已經比較明確。Y 係儲到財務自由嘅金額， How 係複利效應， What 係暫時做住唔太中意嘅工作，努力儲錢投資股票。當初如果不了嘅目標由儲到財務自由嘅金額變成幸福感會點樣呢？20年前嘅諗法變成Y 係每一日有充實幸福感， How 係每一日自由咁樣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，收入足夠生活又唔擔心失業， What 係轉做一份自己中意嘅工。
我會唔會減少咗20年嘅工作痛苦，或者工作上更加熱情，更加成功呢？不料都唔肯定。依家追求緊財務自由嘅你，又會點選擇呢？最後留俾大家一啲思考嘅問題：你而家賺錢嘅目的係為咗啲乜嘢？最終嘅目的又係啲乜嘢呢？賺幾多錢你先至認為足夠呢？你覺得依家嘅自己幸福嗎？你而家所做嘅事係咪真正能夠令你達到目標？例如賺錢想得到幸福，但係依家賺錢會唔會反而令到你更唔幸福？賺錢想仔女生活更好，得到更多嘅愛，偏偏喺你努力加班賺錢嘅時候，佢哋反而得唔到你嘅愛。感謝你睇到最後，希望各位有所得着。唔想錯過 N 加 TV 未來精彩有用嘅影片，請記住訂閱、訂閱、訂閱。希望你能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，咁就能夠幫到更多嘅人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由第一集開始收睇所有嘅影片，全部精彩。今集就到呢一度，記住俾個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啊！下次見。